09年，冯小刚煞费苦心准备拍摄唐山大地震，陈道明、徐帆等明星甘愿零片酬出演，甚至还请来了当年地震的幸存者。没想到上映之后被人痛批发国难财，揭国人伤疤。可13年过去，这部电影却成为了国人眼中的催泪神作。双胞胎姐弟被同一块水泥压在两边，母亲只能舍一保一才能救出他们。两个都得救，两个都得救啊！哎呀，那水泥板上那么老多东西，只能撬一头。母亲哭得撕心裂肺，但时间就是生命，孩子的气息逐渐微弱，她痛苦的挣扎，终于咬牙做出了抉择。只有哪一个？水泥下的姐姐绝望地流下一滴泪水，眼神也跟着暗淡下去。妈！她分明记得临睡前，母亲还向她保证，第二天一定会给她买最新鲜的柿子，因为母亲把家里的最后一个柿子留给了弟弟。可此刻，她不但没有柿子，甚至因为母亲的选择而没了性命。几十秒前，这里突发7.8级地震，大家正熟睡的时候，房子突然剧烈晃动，墙面从中间被拦腰折断，所有建筑瞬间倒塌。仅仅23秒，就让整个城市土崩瓦解。这一晚，尖叫和哀嚎充斥唐山的上空，千斤重的水泥压着24万生死不明的同胞，无数可怜的家庭因为那场地震家破人亡。袁妮奋力地搬着石头想救出丈夫，但她奋力半天，水泥丝毫未动。就在这时，余震突然来临，这让夹缝中的丈夫彻底没了声音。她甚至来不及在丈夫的遗体旁哭泣，就遇到了开头那个让她悔恨终身的抉择。救出儿子后，她崩溃的哀嚎。这场天灾不但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儿，就连唯一幸存的儿子也断了一只手臂。奶奶和大姑姐听闻消息火速赶来，看着孙子系紧的袖管，奶奶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她想把孙子带回济南亲自抚养，原来婆婆把丧子之痛都怪在了袁妮身上。我儿子复原就该回济南，他就是为了你才留在了唐山。那么大个个子，说没有就没有了。我孙子又伤成这回样，你让我怎么放心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我的妈妈，都我一个人的事。后来，奶奶还是把方达留给了袁妮。同样，作为母亲，她知道失去孩子是多大的痛苦，而袁妮也悉心照料方达，给他买了假肢，想让他考上大学。因为只有方达考上大学，她才对全家人有个交代。这10年，袁妮把所有精力都花在方达身上，但方达却受不住这样的压力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年还不如救我姐呢。这句话伤了袁妮的心，因为那是她这一生都抹不掉的痛。后来，方达还是落榜了，他决定去杭州闯事业。尽管袁妮万般不舍，但依然送他离开。关上门后，他趴在门上哭了好久。方达在杭州当旅游车夫，挣得不多，但足够生活。这天，他拉了一位特殊的乘客，那是一位军人，10年前曾为唐山地震抗震救灾。现在他要到医学院找女儿，方达听闻是救命恩人，就兴奋地免费把他拉了过去。那时他还不知道，其实这位军人的女儿就是他的姐姐方登。当年方登侥幸逃过一劫，从废墟中醒过来后，被这对军人夫妇收养，养父母对他百般呵护，给他最好的条件读书。10年过去，当年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，顺利考上了大学。但养母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在她大2那年住进了医院。养父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学校找她，就是为了能让她再去看养母一眼。只见养母拿出一块手表和一张存折，手表是留给方登的传家物，而存折则是老两口这些年专门给他存的，希望他有朝一日去寻找亲人。此时，养父忍不住背过了身，大滴的眼泪从一个男人眼中滑落，而这一幕至今都被称为戏剧表演的教科书。但养父没想到，自从妻子去世后，女儿也再没来看过他。等他们再见，已经是10年之后。方登带着7、8岁大的女儿回来了，父女俩坐在客厅，氛围中有些生疏和尴尬。为什么不回家了？怕您担心。不想让我担心，我天天担心。原来大4那年，方登意外怀孕，男友劝她打掉，但她却执意生下。当年妈妈那句救弟弟，就像根刺一样，深深扎在她心里，所以她绝不允许放弃孩子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后来，她带着点点嫁到了国外。多年过后，一条悲痛的消息进入她的视线：汶川地震8.0级，4000万同胞受灾遇难。方登看着记者发回的照片，就已经泪流满面。那一瞬间，仿佛看到了当年被压在废墟下的自己。于是她坚定地说 I have to go help them。此时的灾区虽然满目疮痍，但救援工作仍有序进行。全国各地纷纷向汶川捐赠物资，人们更是自发赶来支援，其中就包括方登和方达。
方登大学学医，自觉当起医疗队的一员。方达已经是旅游公司的老板，亲自调来公司的所有大巴，车上还载着满满的食物和用品。废墟上，一个母亲撕心裂肺地求消防员救救女儿，因为女儿的情况很特殊，她的腿被一栋楼压着，想救出女儿，那整栋楼都会坍塌。但消防员安慰母亲别担心，他们保证一定会想办法营救。然而营救途中，楼体突然坍塌，滑落的碎石直接砸中一位正在营救女儿的消防兵。母亲看到这一幕，心被重重一击，她意识到再往下挖，楼就要塌了，消防兵会因此陷入险境。她怜爱地抚摸女儿满是尘土的额头，女儿，不怕他，我陪你。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完整的女儿了，因为此时他做了一个痛彻心扉的决定。让医生来锯腿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截肢啊！我老要不想再腿的腿不行了，不能再熬了，再熬了就垮了。再搭上你们的性命，我对不起你们父母。菊妈，徒儿长大了，恨我，但他恨妈。母亲强撑着说出这个决定，但在亲眼看到女儿残着腿的那一刻，坚强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。我要我女儿的腿，我要我女儿的腿。方登紧紧抱住这位母亲，这时他似乎明白，当年的妈妈或许也是这样逼不得已。方登与方达的重逢，似乎冥冥之中早就注定。当时的方达正在讲述30年前的那场经历。人问我妈保谁，我妈咋说呀？你妈都抱儿子了嘞76年地震把我妈这辈子全都毁了，那心链碎得跟渣儿一样。方达的话揭开了他这么多年都不愿触碰的伤疤。32年前，他们因一场地震走散；32年后，他们又因一场地震重逢。后来，方登跟着方达回到了唐山，在家门口，他努力深呼吸，调整心跳。在家的袁妮早就听到了消息，紧张的她平时熟练的饺子，今天却怎么也捏不上边。方登推开家门，出来迎接他的是热情的弟妹和大侄子。袁妮只敢隔着纱窗远远看着。先进屋，进屋呗。屋里的墙上还挂着爸爸和他的黑白相片，台下上放着的不是水果，而是他们姐弟小时候最爱吃的红柿子。西红柿都给你洗干净嘞，妈没骗你。妈妈的哽咽击中了方登，这么多年的歉意在心里翻江倒海。袁妮弯下膝盖给方登道歉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么些年，你咋就不给我个信儿呢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在一块儿呢。我成天地惦着你们俩呀，我惦了你们32年，你们咋不理我呢？你到底是上哪儿去了？你咋才回来呢？登啊！起来呗！他抚摸着方登的脸颊，想看清女儿的变化，也想看清这些年的他都经历了什么。第二天，他带方登给爸爸扫墓。时隔30年，一家人最终以这种方式相聚，而爸爸墓的前面就是方登自己的墓。等撬开后，方登才发现里面装的是一个小书包和一摞厚厚的课本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每一年开学，妈都买2份课本，有我一份，都有你一份。那一刻，方登才终于意识到，自己不回家的这30年，让母亲的内心承担了多少痛苦。他抱住母亲，一声声说着对不起。母女32年的心结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解开。一场地震只需要23秒，可留下的伤害却是32年。至今，唐山每年的7月28号都会满城弥漫着烧纸的黑烟，而祭奠的却只是想在那天睡个好觉的普通百姓们。